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最近我在疯狂地寻找优质的科幻小说，但是啊，很突然我看到了这个玩意，离原上谱的是这个东西，居然它还有改编的电影。这个日本以外全部沉默，以至于给爷都整沉默了的离谱东西。影片开始，2011年，一场诡异的末日灾难忽然降临，没有任何原因。小说设定就是海平面疯狂上升，世界上的大陆相继沉没。在这个危急关头，世界地图上只剩日本列岛依旧立于海面上。此时，我的地理老师绝对在床头疯狂打喷嚏。全世界幸存的难民全部都涌到了日本，不管是政界大佬、好莱坞明星，还是普通民众，世界各地的外国人都聚集在日本避难。因为涌入了太多的外来人口，一个小酒吧就赶得上联合国的阵容。但各国总统领导气氛诡异的和谐，至少比联合国大会上的和谐。日本因为有大量的外来人口，地域歧视越来越严重，甚至于出台了一系列对外政策。因为粮食土地消耗逐渐增加，走在大街上都得演绎出真人版保卫萝卜。经济逐渐混乱，所谓的美元欧元，那价值还不如天地银行。作为地球上暂时存在的国家，日本优越感十足，甚至企图忤逆自己的美国爹，自己当世界老大。著名的好莱坞明星们也纷纷来到日本，面对媒体的疯狂采访。知名大腕杰里和他的女友凯瑟琳两人表示会继续当演员，并且入乡随俗，拍摄一些本土的爱情动作片。采访即将结束，一位叫加藤的男人递上名片，表示自己是记者，也是个演员，想和偶像凯瑟琳一起搭档拍摄电视剧。面对长相帅气的加藤，凯瑟琳高兴地接下了邀约。日本首相私下找来了地质专家，这位老先生可谓是风流倜傥啊，神头鬼脸，来无影去无踪。开场和首相天南地北地讲着地壳运动，但是说着说着，到了解释大陆沉没原因的关键时刻，这个老头居然毫无原因地睡着了。你以为这是伏笔吗？你以为下面还有交代吗？不，人家就真的是他妈不小心睡着了。前面说到的记者加藤成功地泡到了自己的偶像凯瑟琳，此时的画面真甚是眼熟。此时的这位俄裔美籍人妻只能待在家里，靠着日本丈夫挣钱吃饭。加藤作为一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人，继承了他们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趁机雇佣了3个极品女佣。凯瑟琳一怒之下离家出走。你和那些烂男人是一样的，男人不在如同烂白菜。有了3个极品女仆的加藤，享受着帝王般的待遇。该说不说的，这画面更加眼熟了。看不懂的兄弟，请在弹幕上打满朝文武为何支支吾吾。离家出走的凯瑟琳又回去找了前任杰里。闲者时间的加藤出去寻找凯瑟琳的时候，发现杰里正要被抓走遣送出国喂鱼，而凯瑟琳正在和警察拉扯。加藤很正义啊，要出钱赎媳妇的男朋友，但是政府不接受外国人罚金。为了救杰里，加藤给了警察大哥一个大逼斗。这个时候凯瑟琳说了句话，当场给我干沉默了。既然你也能救杰里，我也能救，我喜欢杰里。我人妈了，不知道导演拍到这还记不记得这个原著是个科幻片来的。那么最极品的是什么呢？杰里桑真诚地说道，你是凯瑟琳的老公，为了凯瑟琳开心，你就要听从她的意志。然后这位小姐头一甩，撅着嘴冷艳高贵地上了羁押车。从此两人流浪海外。是不是没有听懂啊？没有关系，我也没有看懂。这他妈是啥跟啥啊？受伤的加藤来到了酒吧买醉，哭诉自己老婆没了。但此时的酒保并没有时间听他哭诉，掏出枪就劫持了一同在酒吧的各国领导人。没错，突然就变枪战片了，当场就表演了个battle。恐怖组织的头现身了啊！居然是纸巾老师。不是，你能不能解释一下，摘头套你是怎么换的衣服？匪徒还想去劫持日本防卫厅长官，但万万没想到啊，长官竟是满门忠烈，出门上个班还绑着满身炸药，当场爆破整座大楼。防卫厅长官和劫匪还有整栋楼的办公人员一起殉国。酒吧里大家正在撕逼，田所博士居然骑着儿童3蹦子在大家面前飘过，说你们折腾个什么劲啊？这最后的1亩3分地也快没了，现在日本已经飘到中国领土上了。而众所周知，青藏是个高原，高原上有个小尖儿，就这样日本也被珠穆朗玛峰给顶翻了。这部小说其实本意是反映日本自身的一些社会问题，比如官僚主义、民族排外之类的，但是这个描述方法是极度的不讨喜啊。日本和韩国一样，拍电影我往死黑，但是你要改不行。虽然这部小说居然获得了星云奖，但是我还是不建议各位去读，因为原著有点黄。